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沈频道，收看这一期的节目。最新的一次我回应观众的留言和评论，获得了很多人的赞赏。那么也有很多人在底下留言来反驳我。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交流非常好，就是互相大家可以去了解对方的想法，然后产生一个这个思想的碰撞。甚至在影片下边也有不同立场人之间的辩论，给大家营造出来一个大脑激荡的公共空间。我觉得这个事情挺好，偶尔我以后还会再做。那么这期节目我想继续来补充一下我之前谈到的所谓中国大一统和独立问题。那么首先我想回顾一下之前我那期节目所讲到的，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我们应该有的共识，就是人民至上，人民的权利至上。所以如果你不认同这个，那你跟共产党没有区别，你就是一个独裁专制的思想，那你就不要谈什么反共因为你不是真的反共，你反的只是那个执政党而已你上去也可能跟这个执政党一样去压迫其他的民族跟地区的人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清楚知道，反共的人不一定都是真正的拥抱自由民主思想的人。那这期节目我也想多提到一点，我眼中的所谓台独到底是什么。我眼中的这个台独，所谓的台湾独立，这个独立不是单指一个国家宣布独立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这只是其中一个定义，一个狭隘的定义。其实它还有另外一种定义，更符合普世价值的定义，就是这个独立的意思是独立自主的做出选择的独立。所以我认为我们支持台独也好，不支持台独也好，这个独立首先要定义清楚。如果你支持台湾人民独立的做出自己的决定也就是台湾政府一直在强调的，台湾的命运，台湾的未来是由2300万台湾人民说了算，而不是其他的政权、其他的势力来干涉决定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真正的 get 到了这个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真谛，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台湾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如果你说台湾人民不能够当家作主，那不好意思，那你不懂民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独立的独我们先定义清楚它不单单指的是在政治上一个国家的建立，这个独立其实更深层的含义是人们自由的选择权。就像是把孩子养到18岁，他作为成年人，他可以独立的去生活，不依赖其他人，你还要控制他的思想，控制他的行动，那你想想你是什么样的家长？你是不是在侵犯人权？当然我们也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不理解，因为他们就没有独立的权利，他们本身就是被共产党这种独裁专制体制所束缚、所压迫，他们本身自己就没有独立，你怎么可能期待让他们支持台湾人的独立？对吧？他们自己就是奴隶，怎么可能会支持其他的奴隶摆脱自己的奴隶身份？他们首先自己先要意识到自己是奴隶，自己没有权利，没有选票，这个时候他们去争取自己的自由，你才能够去争取别人的自由。我们也不会期待着中国大陆的人民绝大多数人是支持台湾独立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如果现在争的是自己的独立的自主权利，我们应该支持。如果他们争的只不过是我们应该推翻现在的这个当权者，我们自己做当权者，然后继续的压迫其他的被统治的阶层，那我们就没有必要支持他们，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在野的共产党而已。所以我们要对他们反对中国今天政权的这些人要加以区分有不同的人，不同的目的。那么接下来我也是想回应一下之前那期节目底下留言批评反对我的人。有人就说了，他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说民意常常是不现实的。他说顿涅茨克民意要独立，基辅能同意吗？北京市要独立，海淀区不同意怎么办？中关村说那我自己独立，请问细到哪一级别才算民意？都能满足吗？台湾主流民意是独立，那么要不要尊重台湾岛内那些亲共团体、个人甚至地区的民意呢？我觉得应该尊重既成事实，以和平为尺度，而不是民意。民意不一定向往和平，甚至较容易酿成战争。所以我们心里向往台湾独立，但不应该支持台湾独立，因为不现实。拜登不是也如此吗？很矛盾的。就算苏格兰公投独立了，哪天格拉斯基又说我要公投回归联合王国，那就很扯淡了，瞎折腾。他这一段话里边讲的每一个点我都能够讲他10分钟、20分钟所以说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细谈。但是呢，如果他稍微读点历史的话，他应该知道
人类历史几千年来不都是分分合合不断的变化吗？难道他忘了《三国演义》那句话吗？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家就是在分分合合当中去寻找那个平衡，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所以说，如果读点历史，就不会说这是瞎折腾了，这是很正常的。很多国家都是经历过这样分分合合，所以这没什么可扯淡的。这就是历史，这也是现实。因为利益是不断流动的，我们要想让这个世界变得这个利益最大化啊，人们肯定都想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么必然有各种各样的手段，此一时彼一时，这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大家坐下来谈，尽量的不打仗，然后通过谈判的方式让大家都满意，这不是很好的吗？管你是合并还是分裂呢？然后他最后提到一点是说，谁能够独立，谁不能够独立啊？那他没有抓到这个独立的核心，就是你一个地方要独立，首先要成立一个政治的和民族的共同体，因为现在的国家是民族国家，它这个有一个民族的纽带。同时它还是个政治共同体，它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独特的制度，这样的话才能够说我这地方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所以根本问题，所谓独立的根本问题是不一样，是有区别，而这个区别呢，不是嘴上说说，它是实实在在的区别，政治体制上的区别，文化、语言、信仰等各方面的差别，才能形成一个国家。如果说中关村和北京市的其他地方有这么明显的区别，而且中关村这个地区的体制跟其他体制都不一样，甚至它还有自己的军队可以保护自己，那么它就真的有可能会独立。但问题是，只有台湾是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体制，有自己的民主啊，这也很重要的。民主是什么？民主在刚刚讲的啊，这个所谓独立的根本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比如说梵蒂冈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在意大利的这个国家当中，它也不是也是独立的国家吗？为什么？因为它的特殊性，它就是跟意大利不一样。如果中关村真的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也竖个大拇指，对吧？我从小就是在中关村长大的，整个改革开放期间，我是经历了中关村的变化。不好意思，中关村根本就没有那个条件。所以他刚才讲的说不应该支持台湾独立，因为不现实。我觉得恰恰相反，现实就是台湾现在已经独立了，现在已经是独立状态了。所以这才叫真正的现实。所有否定台湾独立的，或者是不支持台湾独立的，实际上是在用中华民国的那个国号当做一个理由，然后蒙蔽自己，自欺欺人。因为现实是台湾已经独立了，没有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的统治，有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总统，有自己的民主选举，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体制的不同，甚至还有邦交国。它唯一的差别就是没有进入联合国。可是进入联合国并不是评判一个国家是不是独立的标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一直到1972年才进入联合国。请问这之间30年，你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毛泽东统治的国家不是国家吗？它就是一个国家。甚至瑞士这个国家在2002年，注意2002年才加入联合国。瑞士作为一个中立国，它不愿意加入任何的国际体系，所以说它一直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你能说瑞士过去2002年之前都不是一个国家吗？所以这个最基本道理我一直在不厌其烦地讲，但是还有很多人不懂不明白，所以我还是得讲，没有办法啊！不要老说我是车轱辘话，因为确实有很多观众他需要听到这些信息。如果没有这些大家的留言，我也不会去重复我之前讲过的话。好，台湾现在已经是一个国家了，它的国号叫中华民国，但是它实际上它的本质是2300万台湾人民当家作主，所以这就是一个国家，它也是一个民主政权，同时它还是独立的。OK， 如果你不承认这个现实，那我真的没话好说了，因为现实就摆在你眼前，你还是想蒙蔽自己，但是你一定要遮上自己的眼睛，堵上自己的耳朵，然后就是自言自语说台湾不是一国家，台湾不是一国家，那我也没办法。当然这种人也可能是五毛粉红假扮的，也没准儿，因为这也是中共发动认知战当中的一个话术。如果你把中关村跟台湾去相提并论，那真的是笑掉大牙。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乌克兰、克里米亚和另外2个州的独立公投的结果就应该承认其公投结果，为什么所谓的国际社会不接受呢？不要用双重标准好吗？其实我之前一直在强调民意，强调人民的独立自主的选择，这个标准是一以贯之的。但是我们看克里米亚的公投跟其他这个2个州的什么顿涅茨克这些公投，他们是真的公投吗？这难道不是在一个战争状态下，是在俄罗斯的入侵的情况下所主导的公投吗？所以问题其实不在于这些地方能不能独立的问题，
他如果真的在没有外界的扶持和渗透之下，然后这个独立也符合乌克兰的宪法啊，那么他就真的可以独立。为什么不能独立？世界上就有很多的这样的案例，一个民主国家的某个省份他们要独立公投，比如说苏格兰就曾公投过，我所在的加拿大的魁北克就有2次公投，它只不过公投最后结果是大多数人民还是愿意留在这儿的，所以说就没有独立。如果大多数人民支持独立，那就已经独立了。所以就完全看这2个地方独立公投的结果。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结果能够被认可吗？所以现在我们反对的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然后强行的吞灭它的领土，然后强行的安排公投，然后强行的再公投，让这些地方并入到俄罗斯联邦，就等于抢夺它的土地，这完全在破坏这个国际秩序，在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就是你可以用暴力手段去夺取其他国家的领土，然后用公投作为一个包装，这个是我们反对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地区人民是否有意愿公投这个事情啊。所以标准是一样的，就是民意。但是俄罗斯这个事情跟台湾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原因，就是俄罗斯的对乌克兰的入侵。俄罗斯难道能够代表这些地区的民意吗？它代表不了。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不认可、不接受。但是如果魁北克独立公投了，成为了一个新的国家，我相信国际社会还是会认可的。毕竟连加拿大的联邦政府都已经认可了魁北克可以进行这样的公投，至少过去有2次。那下一个问题也是关于美国的他说美国当年为什么不让南部的迪克西共和国独立？为什么要发动南北战争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其实上期节目我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拿出来讲。美国这个国家的成立就是各州有意愿，是人民的选择，加入到这个联邦当中。后来南方反对林肯总统废奴，不承认这个联邦政府的权威，是他们在破坏宪法。虽然他们也有理由，但这里边南北战争是有争论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到，其实南北战争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你不管有什么道理，最终还是拳头硬。理由不都是人们想出来的吗？规则不都是人们制定出来的吗？对吧？所以说其实北方是有道理的，但是南方是有权利的。所以你注意，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北方有道理是要维护宪法，要维护总统，因为这个宪法是我们共同制定的，你现在破坏了，这是这个道理，对不对？但是南方是有权利的，他有军队，所以你最后还是要靠打一仗才能把这个道理给确定下来。同样的，对于台海问题来讲，如果我们对比南北战争的话，一个是台湾有权利，他有权利，他只要打赢了，台湾就独立了。第二就是北方没道理，就是他的所谓统一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历史上台湾人民就从来没有答应过跟你是成为一个国家。我之前讲了，不管是大明王朝还是大清帝国，都是暴力手段夺取的，都是专制帝国，不是民主国家，没有尊重过任何人的民主权利。这跟美国独立的各州组成一个国家的这种形成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就知道中国发动这场战争的话，这个所谓的武统战争的话，它是不占理的，它是一场非正义战争。同时我们也知道，不管台湾有多占理，最终还是要靠你有的枪杆子，靠武装力量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好，那么下边另外一个观众他也说到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住在檀香山，难道檀香山就应该独立吗？他觉得台湾只是个岛名，上面住的都是拿着中华民国护照的人。然后他又拿东西德作为案例，说难道东德就应该自己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吗？你的观点真是好笑。我觉得他对我的观点理解有误。他说了半天中华民国护照，中华民国护照，但中华民国护照难道不是台湾人的护照吗？所以我之前那期节目讲的就是这类人，就是他活在一个名字里边就强调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否定实际上今天的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他否定这一点。他还觉得现在中华民国是当年孙中山建立的那时候那个中华民国，然后他说东德就应该是一个国家吗？这句话我没太明白什么意思。作为一个国家差不多40年的时间，这40年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呀。我们讲事实，这跟什么应不应该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事实。你最后合不合并，那是由人民意愿来决定的。而且当时东德是根本没有人支持他们，他们撑不下去了，苏联也摇摇欲坠要解体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办法。但是台湾跟东德完全没有可比性。然后另外一个观众说，我不反对独立，但是我不承认中共国是中国，台湾才是真正的中国。中共国应该自称西朝鲜或黄俄罗斯，中共已经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几乎完全抹去了。其实下面的留言已经回应了他，
这个观众说，国际上讲的中国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合法代表，你个人承不承认不重要。其实不光是联合国协议，各个国家主流国家都有一中政策，而这个一中政策讲的就是这个，他们所谓的中国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而不是台湾。台湾是台湾，跟中国没关系。台湾虽然自己叫做中华民国，但是它这个 Republic of China 这个 China 是不被国际社会承认，只是拿来作为一个帽子，在延续当年蒋家政权的那个国号而已。它没有改变这个国号的唯一原因就是担心有战争，因为他把这个国号拿掉了，有可能发生台海战争。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国号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它实际意义已经不存在了。所有台湾人都知道，选票选的是台湾总统，而不是中国总统。中国只有主席，没有总统。因为留言太多了，我一个个讲下去的话，就超过1个小时了。所以说，我们再说最后一个吧。他说不能认同你的观点啊，你对民主有曲解，台湾并没有任何独立的法理基础。然后他举了2个例子，一个是从中华民国回收台湾主权说起，根据现代国家主权在民的原则，全体国民均拥有这片土地的主权，所以台湾地区的人民无权决定台湾这片土地的主权，这违反了民主不能伤害其他人利益的原则。2. 联合国组建的原则里面有民族自决的原则，这是解决殖民地问题的原则，并不适用于台湾。联合国原则里更加没有地区自决的原则。如果地区自决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乌东地区和克里米亚地区的居民就有权决定是否留在乌克兰，那这场反俄罗斯战争就没有正当性了。他这2个理由我认为都是错的。他居然好意思说中华民国用暴力手段，注意是暴力手段占领了台湾，居然好意思提主权在民的民主原则。我都说了，不要跟我扯什么宪法，扯什么军政、训政、宪政啊，这什么孙中山的想象，最后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蒋家独裁。所以中华民国没有权利讲什么主权在民，你根本就没有实现。我这次去台湾，明年1月份就会去参观一些白色恐怖的遗迹，还有一些被国民党迫害致死的仁人志士的纪念馆。国民党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小共产党，虽然他们的暴政程度可能比不上共产党，但是从现代文明的角度来讲，仍然是一个专制的落后的独裁国家。然后第2点，他讲到了所谓的民族自决原则，说是解决殖民地问题，这正好用在台湾身上特别合适。就是台湾恰恰就是被中国人统治殖民的地方，满清对台湾的殖民是如此，后来蒋家政权对台湾的殖民亦是如此。然后最后他讲的乌克兰问题，我之前已经说过了，乌克兰问题我们反对的是俄罗斯的入侵。 OK， 这个入侵是入侵了乌克兰的领土，甚至打到了首都基辅，这跟乌东地区的所谓公投没有半点关系。反对侵略者永远是有正当性的。至于乌东地区或者是乌克兰任何地区的人民是否有权利决定他们是否留在乌克兰，是否能够独立，那是乌克兰自己的内政，那就要看2点，就刚才我说的2点，一个是乌克兰有没有理由武统，就是他们如果独立的话，我去武统，有没有正当理由。第2就是这些地方有没有权利去独立，就这2个问题了。那这就跟俄罗斯入不入侵那是完全2回事。OK， 俄罗斯的入侵等于强行的帮助了乌东地区的武装去独立，而最后结果是什么？还不是独立，最后并入到俄罗斯了。所以这里边有非常多的层次，我们不要全都混在一起，要不然你的思维就会很混乱。那么下边其实还有好几个我想回应的留言和评论，但实在是时间有限，我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聊吧。其实看这些问题，我们最终回到一个自由民主的标准，其实什么事情都能够解决，只要符合自由和民主的原则，任何国家的统一和独立，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也希望大家加入会员来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那下一次的回应观众的留言啊，那期节目可能我就放在会员区了。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